这是一个充斥着最原始欲望与暴力的时代。此时的男主跪倒在地，如今的他受尽折磨，连意识都开始模糊了。很难想象几天前他还是人类战无不胜的骑士王，而如今他却成为了高贵恶魔们的玩物。现在的他终于认识到，人类从始至终都只是魔能储备量极少的低等物种，也从来没被那些高等的恶魔种放在眼里。优雅的吸血鬼萝莉居高临下欣赏着猎物的惨状，他玩味地走向这个象征人类黎明的英雄，口中不知是尊重还是讥讽地说着：“人类的骑士王天辉真是久仰大名了。”看着男主始终不肯抬头看他一眼，萝莉轻飘地勾起他的下巴，他看到了一对愤恨而摄人的眼眸，对方咬紧牙关，暗示着无论经历任何折磨，他都不会屈服于眼前的吸血鬼。莉莉亚丝有些好笑，这个男人还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对他做些什么。男主挣脱萝莉的手，表示说什么我都开摆，你不会从一个死人嘴里问出任何东西，趁早死心吧。莉莉亚丝愣住了，对方越是反抗他，反而有些兴奋。他掀开老奸巨猾的男主衣角，你知道吸血鬼是怎么延绵子嗣的吗？他狠狠一口咬在男主的颈动脉上，富丽堂皇的血色宫殿回荡起男人的嘶吼。相比他被严刑拷打之时的沉默不语，现在的他惊声尖叫显得开朗了许多。随着猩红的皱纹缓缓蔓延他的全身，连他尖叫的音调都变得妖异了起来。豆大的汗珠垂落在他被拷打时的血潭里，他感到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撕裂了他的嗓子，连声音都变得纤细又轻柔了。可回过神的他还是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他的身段因为太过纤细导致衣服都滑落了。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吸血鬼萝莉的模样，这也是恶魔种赐予骑士王的最为讽刺的结局。今后你的名字就叫百吉拉萨伯姆。自从被吸血鬼女王簇拥过后，已经不知多少年了。如今的天辉骑士王基白终于逃出魔掌，历尽磨难，从女王的领地逃回了人类城邦。当然，此时的他再不是骑士王的模样，而是一个兼职陪小孩子玩飞蛾的落魄打工人。他掏出天辉骑士王的手办，交给小男孩，这个是男孩击败他的奖励，而他则落魄的在一旁默默看着小屁孩把妹。时过境迁，此时的基白已经褪去了当年的风貌，只想找一份安稳的工作维持生计。但很显然，他维持生计的面试已经迟到。不做骑士王的基白要想办法在人类城邦里活下去，还真不是件容易事。面试迟到的他被神级保安偷出大门，一把扔在大门外，变成有害垃圾。这不知道是第多少次面试失败了。有些失落的基白来到了以往的小面馆，慈眉善目的王叔热情地朝基白打招呼，看着小伙子落魄的模样，应该又是面试失败了。王叔琢磨，这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整天吃素也不是个事，问他要不来碗牛肉面，但囊中羞涩的基白也只能掏出素面的钱，表示牛肉面就不用了。王叔叹了口气，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。等着自己的素面，基白瞥见了桌上的传单，看见名不见经传到二流骑士团在招人，可他这一回再也不愿当骑士了。况且这什么月骑士团经费这么少，能靠谱吗？看样子还是钱没给够。动作利索的王叔很快端上来一碗粉，但这碗牛肉粉自己可出不起钱啊。虽然这香喷喷的味道让人无法拒绝就是了。基白不明白王叔是什么意思，而王叔只回他一个历经世事的背影。基白忽然觉得这失败的一天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，然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临。只见四位圣骑士气势汹汹地堵住面馆门口，他们在追猎一名逃窜到人类城邦的恶魔种，而这个恶魔种正巧逃到了这家店铺里。这难道是发现昔日的骑士王沦为恶魔了吗？